各位请看。我们交往1年多了，我是真的喜欢他，想和他组建一个家庭。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就挺好的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再结婚有很多现实的问题，他就什么都不考虑清楚就说要结婚。他说这些问题我觉得不重要，重要是两个人未来可以每天在一起。我觉得他根本不是真的喜欢我，心疼我，他只是想把我绑在他身边。他现在逼婚逼得太紧了，这样我真的很累。男嘉宾吴先生41岁，来自浙江，滴滴司机；女嘉宾于女士49岁，同样来自浙江，自由职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认识1年多了是吧？哎，对，1年多。想娶她啊？想娶她，特别想，特别想。哦，离异是吧？有孩子吗？我也中帅，帅哈，那就嫁呀。可是他有孩，问题是我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要我生小孩。你还想要个孩子是吗？对，我想有了自己的孩子喽，我们两个会更好。哦，所以你害怕是吧？49岁了，你说我再生孩子就是吧？对呀，我都一把年纪，他替我想过吗？是不是？万一我如果生小孩，万一出了个什么意外，他担当得起吗？哦，倒也是哈。哎，他从来不为我着想的这点。哦，如果他真心爱我的话，他不会让我生小孩的。都一把年纪了，还要我生。他要不让你生孩子，你就嫁他是吧？开始是这样想的。你们俩生活在一个城市吗？他在永康，我在金华。异地啊？也不远的，1个小时的路程。每天见面吗？不每天见。异地恋？对。所以你想早点娶回家是吧？对对。孩子都知道你们的事儿吗？知道的。同意吗？同意的也是。孩子也同意。对，同意我们两个交往。同意交往。但是生小孩的事情我没有跟孩子们说。生小孩我就肯定不会跟他结婚的。不，咱别老说生孩子的事儿就是结婚你同意吗？结婚，现在我也要考虑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放弃生小孩啊，他绝对不放弃的。又回到孩子问题上来了。对呀，所以我们就是为了生小孩过来的。今天是。为了生小孩。哎，对，那个，你们俩是异地对吧？对。这我问你啊，如果结婚以后住谁那儿？住我永康。你愿意去吗？因为我在金华，我老爸老妈需要我照顾的。所以其实你是不愿意嫁到他那儿的。他那边是我不想过去，那里可以说是我的伤心地，我前夫就是那里的。没想到摇一个又摇到那儿去了。哎，对。那要不然你去金华？那不可能的，我也有父母的。那你们俩较什么劲呢？你也不愿意去永康，你也不愿意去金华。就是我觉得这样挺好啊，他干嘛要向我求婚，要我生小孩？真是的。问你呢，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因为我想堂堂正正的，我们就一对夫妻。你们俩这样，有人说过你们吗？也有说过，说你1年多了，怎么你个女朋友都不过来拜年啊那些？不愿意是吗？不是不愿意，因为我还没过门，是不是？那些亲戚的平时的时候见面是可以的，过年过节我肯定不会过去的。所以你有你的原则，对吧？对。那你想结婚吗？现在？想是肯定想的哇。肯定想，只要不让你生孩子，就结。也不是，他后来一段时间，他老是那个疑心病太重了。他还疑心啊？你疑心什么呀？我打他电话也不接，微信也不回，我感觉到我要给我断了，我就来到这里来了。你是觉得他要跟你断是吗？哎，对。是这样子的，朋友请我去打牌吗？他问我电话打我，问我在哪里，我就发了一个位置给他，他过来了嘛，过来一看，坐在我旁边大着个脸，他说回去，我说干嘛了？他说走，我说让我这盘先打完啊，他就拉着我的手就走了。他一点不顾我的面子的，因为我就是偶尔打一下麻将，又不是经常打，是不是？他就这样子不顾我面子。2个大男人呢在一起打麻将，通个系统啊？你听，他就这样子的。
2个大男人坐在我旁边，他就不喜欢了。后来我出去，我就很发火了，我就去抓他的头发，结果他没头发，我就火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我这火起来，我想打他，他一把抱住我，就这样子。哦，你还想打他呀？对呀，想抓他头发，结果他没头发，我又想去打。我以为是你把他头发抓光了呢啊，没头发也要我火起来了，那时候。这个怎么打麻将不是4个人，怎么2个男人？什么意思？他意思是说旁边有2个女的，2个男的这样子呢。他看到那2个男的就不高兴了，因为那2个男的是我朋友，我跟他们老婆也是好朋友嘛，都一起打麻将过的。除了打麻将，他这个我还有一个事情呢，就是一次我们同事聚会嘛，我们同事聚会是不能带家属的，他偏要跟去，结果我没办法带他去了。带他去以后呢，他又看到那个男同事跟我说说笑笑，他又不高兴了，就会上去跟他们拼酒，因为我同事他们都是开车来的，是不是不能喝酒呀？他就说他们不给他面子，结果又闹得很尴尬。又不欢而散了喝了吗？后来他自己也不喝闷酒，喝了酒走了啊，大家都不喝了，都待在那里，没人说话了嘛。后来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？是我的错可是你太不给我面子了，这样子。怕他跑是吧？对。想不想跑？我还要考虑一下。他对你好吗？还可以的，其他方面都。其他方面还可以。对是啊。就是喜欢吃醋。对。是吧？还要生小孩。还有咱们不提这。要提的，今天的事情就是为了生小孩才过来的。行吧，就不生小孩就行是吧？是不是这意思？也不是这疑心病太重，他不改也没用的。那生孩子的问题，生不生啊？生是我是要生的噻。万一就是不能生了，也不能生，我也不强求是吧？对。行了，这件事就过了。住哪儿啊？住我自己家里。我肯定不会过去的，因为我爸妈在这边年龄都大了，我爸妈都80多岁的人了，也难得陪他们一下，是不是？如果叫我去永康，我是不会过去，因为我尽管我自己。我也这么说啊，叫你爸爸妈妈接过来，我们一起生活。那我嫁过去，不可能爸爸妈妈也嫁过去的哇。你愿意让未来的岳父岳母跟你们一起生活？对呀。哎呀，这其实也挺好。他那边有家人有女儿的。这个女儿我不现实的。女儿我懂事了，也长大了，她也要嫁出去的。我们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啊。你喜欢她什么呀？喜欢她人是漂亮，也很好就是觉得人漂亮是吧？漂亮。对你好吗？好。他是一个过日子的男人吗？会过日子的。会过啊。对，我也是被他改动的。不是有一次晚上他发那个微信给我，问我睡了没有，我说睡不着，我说我想吃治疗。他就没反应了，我说怎么回事？一下子就没反应了，就在那等，睡了1个多小时，有人敲门了，咚咚咚在那里敲，我说谁呀？他说治疗来了，我不相信，他从永康跑到金华来了，送过来了，晚上12点，厉害。对，所以我这样子才被他改动了，那时候是。她是一过日子的女人吗？也是过日子的女人。体贴吗？体贴。她打过你吗？打过哈。没打过，就是说而已，也有的。听明白了，就是其实你也有点想嫁。但是觉得又要生孩子，又有很多现实问题摆在面前，你又觉得不好嫁，是吧？对。你是觉得现实问题都能克服，是吧？对。好，那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看似说生孩子这个好像是你们矛盾的这个核心点，但是你们现在冷静下来，翻回头来看，生孩子这件事儿其实是一个挡箭牌。它只是横在你们中间这样一个最大的问题，但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有很多细枝末节的事情，就是2个人可能都守着各自的利益，不愿意为对方做一些改变或者牺牲。男方你说能承担得了女方嫁过去，然后包括让他的父母一起过去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父母一把年纪80多岁，然后突然换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生活，他们能不能适应得了？这不是说你一厢情愿大包大揽我能照顾得了。可是对他们父母一把年纪来说，老人都是不愿意挪窝的，都不愿意动的。那如果这样来说，那您为什么不带着您的家人到他的地方去呢？所以你不愿意牺牲，你守着自己的利益。女方也一样，你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为他牺牲。对于你们这个年纪来说，可能确实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是没办法改变的，而且每一个人又过了这么长时间，都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和这个轨迹。可能男生就有点太着急了，你可能就觉得人家长得好看，然后呢，可能身边的异性缘又比较好，
所以呢就着急要结婚，再生个孩子就把你拴住了。但其实不是，如果真的心不在您这儿的话，怎么拴都拴不住的。所以我觉得还是考虑一下，愿不愿意为对方牺牲。如果真的愿意的话，可能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，都不是要不要孩子那些事儿了。但如果真的不愿意的话，可能很多问题，现实的问题就变成了一道一道的桥梁，根本跨不过去。好吧，好，谢谢。我采访了大量的想要步入第2次婚姻甚至第3次婚姻的考虑吧，谢谢。你怎么会想到取一个那么绝的微信名字？我也无意之中我自己想到这个微信名。你真想摇个帅哥就结婚？也不是的，实际是。啊，如果他愿意给你生孩子，你愿意从永康搬到金华去吗？那也，我不会。还是不愿意。老吴，你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最有魅力吗？最美丽的也是她。我告诉你，什么样的女人最有魅力？就是平时很严肃的女人，突然之间变得时尚起来；平时很时尚的女人，突然之间变得很严肃起来，都很有魅力。她就是。对呀，就是。你一看她的名字，哎，再一见，果然是一个时尚的女士。虽然到了这个年纪，但依然很有风韵。但是了解之后，你才发现，其实她很保守，又是一个相对于来说贤惠的过日子的女人。突然之间，在一个女人身上的时尚、保守和传统美都结合了起来，所以你欲罢不能了，对吗？但其实她不是这样。别看你染着黄头发，别看着你穿短裙，别看你取个名字叫摇个帅哥就结婚，你胆子没那么大。你偏要装成一副大胆的样子。你本来起个那个名字就是好玩，或者内心有一点这个想法，但真正当这种事儿来了的时候，你是不敢的。更何况你离了过一次婚，你更不想在下一次婚姻当中再失去什么，所以我一定要守在金华，让你为我妥协，这是错误的。你应该想一想，其实到了第2次婚姻的时候，志同道合比情投意合要更重要。老吴，他看着年轻，49了，你让他给你生孩子，人家愿意给你生孩子，你也不愿意搬到人家家去。婚姻是要双方付出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说一个这样的女士，你认为她又漂亮又贤惠，
那你说人家图你什么呢？好不容易图一个信任感，你管人家管三管四管手管脚，人家跟自己的朋友吃个饭或说个话也不行，你说别人图你什么？你总得有点什么让别人有个念想，要么念你人好，要么念你愿意付出，要么念你体谅别人不用生孩子。你什么都没有东西让别人可图，凭什么要嫁给你？当然你的内心想法跟他是一样的，你也离过一次婚，你也不想再输一次，所以你咬得死死的。所以说第一，两个人都要坦然接受过去的婚姻，那不一定是失败的婚姻。我不认为离婚就一定是失败，那是双方的原因。不要更多的去把自己的前半生来捆绑自己后半生，前半生失去的东西要从另外一个人身上找回来，这于人于己都是不公平的。然后第二就是知行合一一点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就请你起个什么样的名字，表露出什么样的言行。你想要得到，就请你付出，好吗？就这样。两个人在一起，重要的是你们能不能追求到双方认知的共同的幸福生活。如果是没问题，如果不是，强求也强求不来嘛。啊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会爱你的，我会带你家人和孩子，让我们过好下半辈子的生活。我还要考虑一下，我不想让孩子们担心，也不想让父母操心，也不想让我自己的后半辈子过得很累。我知道你以前对我的好，但是后半辈子我要好好的替自己规划一下。像你这样子一下子发脾气，一下子又哄我，我吃不消，因为我都一把年纪的人了，不是小孩。我需要真心真意的，让我们好好的过下去的那一种，不是说生小孩的那一种。你老是不放，就一定要坚持要我生，我吃不消，这样子。反正你自己考虑一下，我是不会答应的生小孩子。啊，小孩生不生啊？还要生。行吧，回吧，谢谢两位，回吧，啊。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来，老吴。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你还有话跟他说吗？我会一直在等你的。啊，还等他是吧？等。确定要等他。你要确定等他放不下的话，你可以再去追他，好吗？谢谢你啊，请回。